嗨，我是友，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这一期的影片，我们来讨论一下，在股票市场里，我们应该如何风险管理。看完这期视频，你也会对风险管理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你也将知道如何运用视频中所提及的知识，做好风险管理。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是那个在股市中赚钱的人。每个投资新手都应该在投资之前先学习风险管理，因为风险管理是投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为什么风险管理对于你在股市中赚钱那么的重要，以及为什么大家都需要关心它。那在这里我大概的介绍一下风险管理的概念。风险管理就是指如何在一个有风险的环境里，把风险降到最低的管理过程。风险管理也可以是指通过对风险的认识、衡量、分析，选择最有效的方法，主动、有目的、有计划地处理风险，以最小的成本争取获得最大的安全保证的管理方法。良好的风险管理可以降低投资策略错误的几率，避免损失的可能。风险管理只有目标明确，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那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风险管理呢？从这张图表上，我们可以看见损益之间的相关性。如果你损失了5%，这并不意味着你赚回5%之后，你就能回到盈亏平衡点。你需要赚回5.3%，你才能保本。如果你亏损了50%，你实际上需要赚回100%，才能把之前亏损的50%的钱给赚回来。很多投资新手，他们亏损了50%之后，当他们看见他们赚回了75%，他们误以为自己不仅赚回了本金，而且还多赚了25%，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赚回亏掉的钱，并且他们仍然处于亏损的状态。从这张图表中可以看出，如果你亏损了90%，那么你需要在剩下的资金上赚回1000%，你才能把之前亏损掉的90%的钱赚回来。所以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股市中懂得止损是多么的重要。特别是对于短线交易者，止损更是重要。那下期的影片，我将为你介绍如何通过止损在股市中长期获利，以及使用止损的利率。很多人在股市中一夜暴富，赚了很多钱，但因为他们不懂得风险控制，以及不懂得如何保住盈利，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把以前赚到的钱又亏没了。在股市中赚钱容易，亏钱也容易。如果你不懂得风险管理，就算你在短时间内赚了很多钱，之后也很可能会把赚到的钱又亏掉。如果亏损的金额不高还好，你能够很快的又赚回来。如果你亏损掉你90%的钱，那么想再赚回来就非常的困难了。股票市场并不会在乎你之前有多少的钱，你投资组合里面的资金从1万变成100万，跟从100万变回1万是一样的。一旦你出现亏损，你就无法再赚回你以前的盈利，你只能在现在所拥有的资金上赚回新的利润。在股市中，我们无法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风险管理比你使用任何的投资策略都要重要。无论你的技术分析水平如何，只要你一直留在股市中，如果你不懂得风险管理，那你最终很可能会亏掉你所有的钱。如果你对导致亏钱的原因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我的这2个视频，知道更多亏损的原因，可以帮助你避免踩到很多不必要的坑。有空的话，你可以去看看这2个视频。那我们要如何在投资中做好风险管理呢？在我们每次投资之前，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自己能承受的最多亏损的金额是多少，这样你才能知道你能接受的风险有多大。在股市中，你能赚多少的钱，取决于你愿意冒的风险有多大。但如果你冒的风险太大，你可能连续亏损几次就亏掉了所有的钱。但你也不能太保守，如果你冒的风险太小，你也赚不了什么大钱。所以在保守跟冒大险之间，要找到一个适当的风险点。之后的几期视频中，我将为你介绍更多关于风险管理背后的数字基本概念。看完这几期视频之后，你就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实际运用这些风险管理。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就记得订阅，然后开启通知小铃铛，这样当我发布新视频的时候，你才能收到。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概率。我将用骰子来解释为什么市场上没有绝对值。在股票的图表上，每次出现一根新的蜡烛，或者是每次当我们买进一次，就相当于掷了一次骰子。那为什么要用骰子来做比喻呢？因为股票交易就像掷骰子一样，会带来不确定性。那我们现在就举例说明。例如，小明的本金是5万，如果小明掷骰子掷到1、2、3点，他会赚10万块。如果他掷到4、5、6点，
他就会爆仓，也就是亏完所有的钱。如果说小明第一次掷骰子掷到2，那他以最初的5万赚了10万，那他现在就是15万。那他再掷一次骰子，这次掷到了3，那他又赚了一个10万，那他现在就是25万。赢了2次过后，小明自信过头，这个时候小明已经赚了很多钱，但他还不愿意离场，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天才，他认为自己知道如何赢过市场，他想要等到自己赚到一套房子的钱之后再停下来掷骰子。所以他又再一次掷骰子，这次小明并没有那么好运，他掷到了5，就像在股市遇到了黑天鹅事件一样，股市突然大崩盘，加上使用了高杠杆，所以就爆仓了。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我们赚多少的钱，如果我们的潜在风险没有得到控制，那么我们最终将失去一切。这个例子也可以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股市中赚了钱，要懂得获利了结。牛市时，不要一直认为股市会一直涨下去。当股市涨到很高的时候，你就应该感到害怕，这个时候就不应该高价位买入股票了。如果你在高价位买入股票，如果跌下来的话，你的亏损会很大。不要忘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盈亏表的比率，你亏损的越大，你就越难赚回本金。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投资的知识呢？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成功率，让赚钱的概率变得更大。我们从概率的角度来说，股票单纯的买卖就是一种50%概率的情况，就像我们掷骰子一样，股市中没有绝对的事情，都是通过综合评估各方面进行比较，得出一趟有利于自己赚钱的投资策略。在股市中，没有什么是100%的，一切都是在概率和可能性上进行优化，提升自己的胜率。想在股市里赚钱，在于你怎样找临界点。在长期的观察和实践中，你知道哪些点是买入跟卖出的关键点，再加上大赚小赔的思想，那么长期下去你就能赚钱。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只有人通过赌博倾家荡产的，而没有人通过赌博成为亿万富翁的呢？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赌场的庄家效应，也就是说，看似公平的游戏，其实对庄家，也就是对赌场有利。在很多赌博的游戏中，庄家都有占先的规定，这就保证了在同等的情况下进行连续的游戏，庄家会比玩家赢的几率高一些。其实这就已经足以让长期赌博者血本无归了。在高风险的投资领域，我们应该坚持不去投资那些就是我们不了解的产品，这样我们才能回避这些资本市场上的庄家效应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我们也可以使用贝塔和阿尔法来帮我们做好风险管理。那很多投资新手肯定会问，什么是阿尔法，什么是贝塔？贝塔和阿尔法可以帮助我们衡量一只股票的风险回报，你也可以用它们来评估你的整个投资组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以及预期回报，定期审视整个投资组合的平均波动性及风险，制作出更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那我们先来说说 Beta。Beta 的简单解释就是在你买入某只股票并长期持有它，不进行任何买跟卖的情况下，它的预估风险回报有多少。Beta 是一个以指数为基准的系统风险评估工具，背后的原理就是把某段时间内的股价变动对比大盘指数的变化幅度，目的就是衡量一只股票相对于总体市场的波动性。我们以标普500指数为例，它平均每年上涨百分比大约是8%，那这8%就是指数的基准。比如说你的某只股票，它的贝塔值为 1.2， 指数上涨10%，那我们就把贝塔值的 1.2 乘以10，结果就是12。所以当指数上涨了10%的时候，那我们预计我们的这只股票将上涨12%。如果指数下跌了10%，那么我们预计这只股票也将会下跌12%。从这点可以看出，你能赚多少钱，你就能亏多少钱。但当你亏损后，想要再赚回来，就要花更多的力气。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控制损失比收益更重要得多。一般而言，贝塔值越大，说明股价的波动越大，风险越高，预期收益就越高。相反，当贝塔值越小，说明股价的波动越小，风险也就越低，预期的收益也会越低。当某只股票的贝塔值大于1时，代表这只股票的波动性比指数大。如果等于1的话，就代表这只股票与指数大致同步。如果贝塔值小于1时，则代表这只股票的波动性比市场指数低。当掌握了贝塔值的使用方法后，它能协助你管理风险，在行情好时增加回报，在行情变差的时候降低你的风险。
它能增加投资组合的胜算。你可以在雅虎财经里查到某只你想知道的股票的贝塔值。你进入雅虎财经后，搜索你想查询的股票的代码，然后这个公司的贝塔值就会显示在详情里。如果你是想要算出整个投资组合的贝塔值的话，那么你得先把每只股票占投资组合的百分比算出来，然后再分别把每只股票的百分比数字乘以它的贝塔值，得出的就是这只股票加权后的贝塔值。那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下，例如特斯拉的股票占小明投资组合的35%，特斯拉的贝塔值是 1.98， 那么小明就用 0.35 乘以 1.98， 得出的结果就是 0.693， 所以特斯拉在小明的投资组合中的加权贝塔值就是 0.693。然后小明把投资组合中的每只股票的加权贝塔值都算出来以后，把这些所有的加权贝塔值加在一起，得出的数字就是整个投资组合的贝塔值。如果小明投资组合的贝塔值大于1，说明他的投资组合的波动性比大盘指数大。如果得出的结果小于1，那么说明波动性比大盘指数小。如果得出的贝塔值约为1，说明小明的投资组合跟大盘的指数差不多。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短线交易者比较关注的阿尔法。阿尔法值可以相对于贝塔值的预期收益来衡量你的投资表现如何，因为阿尔法值可以将你的盈利能力跟贝塔值做比较。例如某只股票的贝塔值是1，可是当大盘指数上涨到10%的时候，这只股票原本预计也是应该上涨10%，它却上涨了30%，超涨的这20%就是该股票的阿尔法值。我们还可以利用阿尔法策略来做反向对冲套利，也就是在具有阿尔法值的股票与指数期货之间进行反向对冲套利。通俗的讲，就是买入具有阿尔法值的股票，卖出指数期货，这样就能去除系统性风险后，最终实现超越市场指数的阿尔法收益。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再深入讨论了。这一期的视频主要是想让你了解风险管理的原则。如果你是投资新手，那么你需要去深入学习这些所提及的知识。下一期的内容我将告诉你如何使用止损来做投资风险管理，以及如何利用止损赚更多的钱。所以不要忘记订阅这个频道，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这样当我发布新视频的时候，你才会收到。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就为它点赞，并把它分享出去。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有任何的疑问，或者你对风险管理有任何的其他的个人见解，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好了，我们下一期见，拜拜。